什么？一件6块钱的托米衬衫还可以顺便做公益？什么？他们是全部通通拿去做公益，不是大家分一分剩下的才拿去做公益？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近年美国也很兴盛的产业叫 thrifting， 也是所谓的二手店寻宝套利。今天让我带你们逛逛二手店的老大哥 Goodwill。在美国街头 ，Goodwill 几乎比 Starbucks 还常见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Goodwill 是什么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Let's go！Goodwill 是美国资历最老、规模最大、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二手店。照说，我应该称它为龙头老大，但龙头老大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颗唯利是图的商业巨头，这个与 Goodwill 社会企业的概念不太符合。它的运作模式是民众捐赠，然后整理分类，再上架销售，所得再投入公益。听起来像是在卖二手货，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社区引擎，提供工作、训练，让人重新开始。他们是非营利组织，只是用企业的方式在运作。这我后面再讲，先带你看看这到底有什么好逛的。在 Goodwill 你可以看到最典型的美式 overspending， 这里可以说是冲动消费博物馆，不是只有旧的东西，也不是只有堪用的东西，有的东西根本就是新的，新的就是可以放上 eBay 去竞标的那种新的。我看过很多人在 Goodwill 挖古董玩具啊，或是古着啊、二手衣啊，放上网卖。今天我在跟店长打听折扣的时候，他有问我是不是做生意。Goodwill 的衣服超级多，店长也有跟我聊到，很常有人一办完活动就把所有剩下的商品或是服饰拿来捐赠，也有一些公司会捐赠他们的器材啊。或是服饰，我今天就翻到一整套 Delta 航空的机师的制服，然后还有一些车商的制服，我觉得是超级酷的。也有一些新品，真的全新，新到连标都还没撕的，还有二手家具、日用品、小电器，基本上一个美国家庭会失心疯乱买多买的东西，这边都有。我记得我美国仓库成立的初期，好多家具桌椅就是在 Goodwill 捞的。这边还有很多工具跟办公室用品，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新的，而且在文具店都很贵。还有一个很酷的就是，每间 Goodwill 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个区的 Goodwill 收到东西都是来自那个区域的人。网上传出高所得邮递区号的 Goodwill 的好货比较多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但听起来好像非常合理。哇哈哈！Goodwill 怎么逛？写脚本的时候，我太太问我 Goodwill 有没有折扣，大家一定介绍折扣的，我还回答说怎么可能？哪有人在做公益还打折的？公益是不能打折的，公益是没在促销的，难道还会有会员吗？然后就打脸了，啪啪啪啪啪。Goodwill 不只有折扣，还有会员，加入会员可以收到最新的折扣资讯，而且加入会员还是免费的呢。平常日的折扣就要看标签，仔细看会发现每一个标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每一周会有一个颜色打对折，像这周就是橘色的，所有欧伦局标的商品就是对折，然后每个星期一的时候，那个标签的商品就只要0.99。我去的时候是星期二，店长说星期二有 senior discount， 如果满55岁可以额外75折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说我应该是还没资格，好险。那在 Goodwill 有什么该买呢？先说有的东西这边也不见得便宜，像我前面说的车商或是 Delta 的制服，那些是超级酷的，而且超级独特。我在那去逛超级久，这些东西在 TJ Maxx 或是 Ross 就绝对不会有的。如果是新的又是大品牌的东西，价差就会非常多。尤其它的吊牌还是百货公司的，那就更安心一些。毕竟东西的来源是大家捐赠的，所以总的来说，值得买的就是新的大品牌、独特的，还有一些就是绝版的，已经买不到了，但你知道是宝贝的东西。每个人的宝贝不一样，譬如我在现场就看到2个人在挖黑胶唱片，挖着挖着他们还聊起来了。如果是小牌子或是本来就不贵的东西，可能就不要。店长说很多做生意的会在星期一来扫货，现场感觉很热络，真的有给人再一次机会，真的有生生不息的感觉。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，2012年的时候 ，Sandy 飓风重创美国东岸，那是超级严重的。那时候我在代购的圈子刚起步，我师傅寄了一卡车的球鞋要我们帮忙处理。那是纽泽西的一个球鞋名店，他们仓库泡水了，很多鞋盒都烂掉了，丢了可惜，处理又旷日费时，所以通通寄给我们。我们把能处理、能整理的都处理掉，剩下的最后我们就是捐给 Goodwill， 让它发挥最后的价值。其实没有一双是真正意义上的坏掉，顶多就是脏污。这是我跟 Goodwill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Goodwill 创立最原始的目的是透过物资循环去创造就业机会，用垃圾变黄金的方式，让物品与人都可以被再利用，帮助弱势族群就业，譬如残障人士、更生人、长期失业的人等等，每个人都可以有再一次机会。这个理想是非常纯粹的，但随着规模变大，这个初衷不知道有没有慢慢被商业逻辑稀释。对一般公司而言，赚来的钱扣掉成本后，剩下的利润主要会分给股东跟 CEO， 所以你加班越多 ，CEO 越快换新飞机。对
Goodwill 而言，赚来的钱扣掉营运成本、房租、水电、瓦斯那些之后，1毛钱都不会进到股东或是 CEO 的口袋。理论上是要100%再投资到 Goodwill 创立的社会使命上，然后投入职业训练啊、就业辅导啊、生长资源计划那些。所以理论上 Goodwill 的员工上班越努力，就越多资金可以流向慈善，而不是流向 CEO 的口袋。Goodwill 怎么运作呢？他们大致上的逻辑就是收捐赠，分类成可卖不可卖，然后上架销售，收益进入社区基金。每一个区域的 Goodwill 都是独立的法人，虽然挂着同一个品牌，但都是独立运作的，自己开店，自己管理资金，自己有自己的 CEO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有 Goodwill Outlet， 就是所谓的 Bin Store， 称斤论两卖的，1磅多少钱这样。然后 Goodwill 也有自己的电商，可以上去竞标一些他们挑选出来特别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一直围绕了 CEO 这3个字，因为我觉得很怎么说呢？是讽刺呢，或是突兀？就是我觉得 CEO 这3个字有浓浓的资本味，却又做着慈善，你会不会觉得这听起来有些冲突？这个让我接着聊下去。来吧，刺激的来了，我们来聊聊我的观察，也是网络上热烈讨论的一些关于 Goodwill 比较争议的事。首先是转售争议，网上一派是说慈善应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，另一派是说这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，Goodwill 人就是获得收益去实践慈善，并没有改变。我觉得真正需要的人这几个字是一个抽象的大帽子，就像球鞋炒卖市场里，总有人觉得自己是真心爱鞋，应该要让自己原价买到炒最贵的那双。那么谁来决定谁是真心爱鞋的呢？就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，谁来定义谁是真正需要的人呢？如果买去的人用一用又拿去卖掉，那他是真正需要还是 reseller 呢？今天店长也说了，其实他也是乐见的，创业的人也许也是正在挣扎的人，也许也是需要帮助的人。还有另一个争议就是 Goodwill 的价格争议，近年是很有感的出现明显的价格上涨。我记得我买办公桌好像是6.99块，零零中的小东西都是几块钱甚至几毛钱，现在好像没有这种价钱了。尤其是服饰，他们都是固定一致化的定价，所以有一些原本价值就很低的服饰，相对并不是特别便宜，有的甚至算贵的。加上 Goodwill 自己有竞标网站，价高者得。你觉得价高者得跟所谓真正需要的人，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点矛盾呢？然后要让那么大一个 business， 即使是非营利组织，他们也是企业化经营。而一个企业要能运行的好，就要好的 CEO， 好的 CEO 都是精英人才，所以年薪动辄数十上百万美元。这个又与底层员工的低薪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尤其他们又是公益性质的。这个就好像 Starbucks 的 CEO 搭私人飞机去上班，却不给你吸管，然后推环保纸吸管，那讽刺感拉满了。这就好像所谓的精英富人鼓励平民百姓要环保。那说到环保，这也是个争议。大量没卖掉的东西，最后还是被丢掉，而且他们是禁止 dumpster diving， 就是所谓的垃圾桶寻宝。这不禁让人想问，这些是大家捐赠的东西，他们是免费得来的东西，谁有权利决定什么该被销毁？谁又有权利决定什么人才配得到帮助呢？好啦 ，Goodwill 就聊到这边。我聊到了一些 Goodwill 的争议，这不是看戏或是嘲讽的心态，它的出发点是善意的，只是变大了，好像就复杂了。我本来觉得这是公益慈善，有什么好逛，有什么好聊的，哪会多有趣？其实好像不是这么回事，这是一个很活泼、很生生不息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正是美国文化的一面，包容、友爱、善良，然后也充满混乱跟创造力。有机会真的可以逛逛，体验一下美国人乱买的威力，也看一看这些东西怎么被再活一次。那 Sandy 泡坏的鞋，我们最后送进了 Goodwill， 那些鞋可能被整理挑选，有人买去穿，有人拿去转卖，也有可能最后被丢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最后去哪里了，但我希望他们会有被再利用的一天。也许这就是 Goodwill 的矛盾吧，要有体制才会大，体制大了善意又会被吞掉一些，但又要有体制，这份善意才能够延续。现实好像就是如此，当你还在为生存奋斗的时候，你没有资格谈理想，大了才有资格，但大了之后，你就开始有各种顾虑了。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，或是你有什么类似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相关的内容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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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